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今集咧，我哋又繼續開 Mini GT 嘅車啦，係開一部保時捷嘅911 RS 2.7 Carrera 嘅。遲咗有啲調亂啦。咁但係咧，呢部車其實對於我嚟講咧，都非常之期待，因為過往咧，我以前睇雜誌或者各樣嘢，我唔係真係好熟悉保時捷嘅文化入面咧，成日見到呢一部車啦，又見到佢有成日唔同色嘅喎。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咧？今集咧，我哋就會一齊嚟睇下啦，以及一啲細節，以及整體車嘅做工上面嘅有啲乜嘢唔同啦。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a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喺了解呢一部車之前咧，我哋先了解下 Carrera 個名點嚟啦。咁其實源自於1953年保時捷550 Spider 咧喺泛美公路拉力賽裏邊咧攞到第一場嘅勝利啦，亦都係1954年嘅係攞到第3名嘅。咁呢個名咧亦都係源自於泛美公路拉力賽嘅全名英文名嘅靈感來源啦。RS 咧再表住呢個 Running Sport 啦，即係賽車運動咁解啦。咁當時咧，保時捷咧為咗迎合 Group 4嘅比賽規格咧，而要生產一定數量嘅街車啦。咁當時只係計劃生產500部，但最終生產咗1580部啦。咁當中嘅一啲特別版咧，我就唔講啦。當時嚟講呢一部車可以話非常之前衛啦。整體嚟講都以偷輕為主嘅，車身嘅重量、鈑金嘅位置都盡量去減輕啦，用上咗大量嘅塑膠物料啦，以及絕緣體啦，令到車身可以符合翻比賽嘅規格嘅。而當時亦都非常招牌嘅一個尾翼擾流設計咧，到而家今日亦都作為一個象徵式嘅一個標誌之一啦。喺內部嘅結構方面咧，亦都配合翻賽車嘅規格啦，用翻當時大量嘅塑膠零件啊，令到成架車係更加之輕啦。最後一樣嘢咧，大家一定會問我就係點解有咁多唔同款，例如紅啊、綠啊、藍啊咁嘅之類啦。其實原來當時我睇翻資料咧，呢一套拉花同埋顏色咧，總共有29種可以俾客戶去選擇嘅，真係正所謂梗有一款你會中意啦。好啦，我哋又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大家已經睇到呢一部車啦。其實呢一部車咧嘅拉花咧，可以話影響甚遠，到而家為止咧，好多時候喺街咧都會見到呢一款拉花嘅出處，原來就係呢一部車啦。其實整體嚟講咧，呢一部車喺外觀結構上面咧，喺車尾嘅部分咧，可以話係相當突出啦，亦都奠定咗保時捷應該要有嘅911嘅形象係點樣嘅。首先咧，我哋先講下呢一隻顏色啦。呢一隻顏色咧，就係當時1953年泛美公路拉力賽所使用嘅冠軍白色嚟嘅。Mini GT 咧，今次喺做工上面咧，可以做得非常之薄啦，睇得非常之通透之餘咧，冇任何嘅陰影啦，亦都即係我哋講嘅邊緣嘅 highlight 位置咧，係冇任何嘅透底之餘咧，整體嘅感覺亦都相當光鮮啦。大家可以見到其實我都反晒光，好難影啊。係啦，非常之靚仔嘅。呢一啲位置都可以睇得出咧 Mini GT 喺做工上面嘅穩打穩紮啦。值得留意嘅當然亦都係有啲頭尾燈嘅一啲設計啦，仲有當然代表住現代美學嘅一個鴨翼啦。我會由頭講到落尾嘅，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啦。其實整體成份車頭最特別嘅第一個部分咧，就喺泵把嘅位置，頭泵把咧。其實呢一個咧係有一個空氣動力學嘅線條嚟嘅。Mini GT 咧亦都好留意到咧，擁有一個30度嘅斜角位置啦。大家可以留意呢一個反光位置。呢一個咧係將氣壓帶動去後面嘅一條線啦。呢一度咧做得非常之靚仔嘅。呢一個部分我十分之滿意啦，亦都可以還原到呢一架2.7嘅一個精髓啦。其實咧後期咧亦都有一啲新款嘅車亦都有參照翻呢一個設計，但係咧當然就更加流線同埋冇咁樣一突一粒嘅感覺啦。另外啦，霧燈嘅部分咧，雖然佢有做到兩邊嘅細節以及一啲橫架面啦，但係如果呢一啲位置咧做翻密少少咧，就會更加之精緻，但係整體感覺都相當唔錯同埋豐富嘅。車頭大燈當然唔需要講啦。其實咧遠睇都睇到一個好精靈嘅內膽位置之餘咧，直間嘅花紋可以話睇得非常之清楚嘅。另外啦，側鏡嘅部分啦，亦
都係有做到嗰種顏色嘅質感啦，唔會俾人感覺好膠嘅感覺啦，呢度亦都有做到嘅。咁但係當然啦，有少少唔同嘅，咁但係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啦。咁啊正常都個比例上都做得相當唔錯噶啦。咁另外車鈴部分咧，可以話係成個拉花入面好重要嘅一環啦，就係成條紅色線帶住紅色車鈴，因為每一架車咧佢個車鈴咧都會跟翻嗰套拉花顏色嘅。咁啊值得留意嘅就係中間嘅 link cap 嘅位置啦，係有翻個保時捷嘅 logo 啦，做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其實整體嘅車頭部分咧係有啲似當時嘅一個我哋叫做1984年嗰一款啦，911嘅。水撥位置依然都係有包括在內啦。咁啊保時捷嘅金屬章咧呢一度咧亦都係有還原咁俾到你啦。咁基於咧Mini GT 喺噴呢一隻冠軍白色上面咧做得非常之紮實嘅做工啦，令到喺整體嘅效果嘅豐富度，即係我哋叫做白色嘅層次感咧，喺陰影方面咧可以見得更加明顯。大家可以見到咧整體嘅感覺會較為豐富嘅，可以睇得出啲線條咧係更加清晰啦。最緊要咩啊？冇 highlight 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有陣時候咧有啲油可能噴得唔好咧，啲坑紋就會透底啦。咁呢啲佢就完全都冇啦，做得非常之好嘅。咁好啦，我哋又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咁整體嘅車側佈局咧係影響咗後世嘅大部分嘅設計噶啦。咁基本上亦都奠定咗911就係咁嘅樣噶啦。咁其實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以前舊式嘅呢一種咁前面好方方正正兩隻青蛙眼非常之特別，而伸延到後面嘅一種圓潤嘅感覺，而流線啦呢一種質感咧相當有復古嘅味道啦。咁值得留意嘅當然就係呢一隻咁巨大嘅尾翼啦，咁可以話係當時嘅保時捷嘅一個標誌性設計啦。咁呢一隻翼咧好得意嘅喎，佢呢一隻翼咧係為咗喺美感上面咧，大家會睇啦。其實1984年嗰款係冇尾翼噶嘛，俾感覺咧後面就會比較單調，同埋比較上係傾斜到得嚟，會有個凹陷嘅下陷嘅感覺啦。如果呢一隻大尾翼咧去彌補咗呢一種感覺之餘咧，喺空氣動力學上面咧亦都喺最高速時間咧提升咗4.5公里嘅，咁非常之唔錯啦。咁最後咧，我哋側地睇呢一個部分咧，就會睇得更加細緻啦。喺嗰個我哋叫做梳氣窿嘅部分啦，雖然佢今次咧就冇用零件啦，用上咗印刷啦，我就覺得有少少可惜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基於太過密啊，咁所以咧就選擇用呢一個咧，我相信佢都係一個取捨啦。咁啊，最後一樣嘢啦，2.7嘅部分咧，依然都係有俾到你。2.7顧名思義，裏邊係一副2.7嘅6缸風冷引擎。咁無論喺車身以及線條上面咧，都可以話係非常之復古味道。最後Carrera 嘅呢個字咧非常立體清晰啦，咁啊門鉸位今次亦都有做到點綴，用翻銀色嘅，相當之唔錯嘅感覺嘅。咁好啦，我哋又睇下車尾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咁其實我最主要都係俾呢隻巨型嘅尾翼所吸引住啦。咁啊呢一隻尾翼咧，對於我嚟講亦都令我第一次細個嘅時候對保時捷有一個印象深刻，就係喺 PS 入面咧係有呢一部車嘅 Need for Speed 入面係有呢一部咁特別嘅車啦，咁非常之特別嘅。咁尾燈嘅部分啦，做得相當唔錯啦，有做到分析啦。咁但係咧，如果呢啲位置咧有還原做翻直間紋咧，就會更加之立體啦，而且更加之靚，帶有更強嘅復古味啦。但係另外呢度咧 Carrera 嗰個 RS 嘅字咧，依然都係有俾足你嘅，做得相當唔錯，放大鏡睇非常清晰啦。死氣喉嘅位置亦都有做到輕微傾側嘅，咁呢一啲應該要有嘅細節位咧，可以話係全部都俾晒你啦。咁呢一架車咧喺整體嘅效果入面咧，可以話做得相當唔錯噶啦。咁但係你話有一啲細節嘅位置，如果可以再做得再靚好多咧，咁成個感覺咧就會完美啦。好啦，咁我哋又開下個內籠俾大家睇睇啦。好啦，嚟到內部嘅結構啦。咁其實既然呢一部 RS 咧係為咗 Group 4
而衍生出嚟嘅一個商品啦。咁喺內部嘅結構方面咧，就會大量用翻賽車嘅結構啦。咁張椅咧當然就用上咗2張較為膠嘅凳啦。咁後面就亦都換翻鏡皮設計啦。咁其實如果賽車嗰部咧，我睇翻佢呢個後面係成個拆咗嘅，咁但係為咗迎合翻市場需要，冇理由你空溜溜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就用上咗一個我哋叫做絲絨面嘅設計啦。咁啊嗱，嚟到喺車頭嘅部分咧，亦都用上咗5連標嘅設計嘅，同原裝嗰一款咧亦都相若啦。咁啊，最後一樣嘢啦，咁其實呢張凳咧，真係我覺得自己咁睇啊，非常之唔好坐嘅。睇翻真車圖片係非常之硬嘅，咁啊，因為佢要達到最輕嘛，輕量化，所以亦都換上咗呢一樣嘢啦。咁啊，包裹性一流，但係舒適性就相對地會犧牲啦。大致就係咁啦。咁我哋合翻埋架車，講下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好啦，嚟到今集個可購買指數啦，我會俾佢8.2分嘅。整體喺顏色上面及拉花咧都係1線嘅水準啦。喺細節上面咧都已經應有盡有噶啦，都做晒俾你啦。咁但係有一啲位置咧，如果有啲小升級咧，整體嚟講就會更加完美啦。咁呢一部車作為保時捷嘅 Carrera 嚟講，亦都係不可或缺嘅一款重要車系嚟嘅。咁啊，亦都基於呢一架車啦，令到我了解好多個中嘅細節啦。咁大致就係咁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已經睇晒成部車啦。咁其實因為呢一部車咧，令到我對呢一架 Carrera 終於有一個深入啲嘅了解啦，亦都知道原來個中係乜嘢一回事啦。咁啊，令到我做工，即係令我做工嘅細節啦，入各樣嘢啦，咁啊，令到我了解得更加多啦。咁啊，下一集會開啲咩車呢？暫時未知嘅。如果有咩車，我就買翻嚟同大家做開箱啦。咁啊，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呢，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過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對呢架車嘅諗法，又或者有啲咩說話同我講都冇問題噶。係啦，咁啊，最後一樣嘢啦，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個頻道啦。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